失业率，一个经常被提及但很少被深入理解的经济指标。在探讨失业率的秘密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它是如何被定义的。失业率是指没有工作但正在寻找工作的劳动力比例，但是这个简单的定义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经济动态和社会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的失业率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政策、技术变革、全球经济环境等。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失业率飙升至 25%， 这是由于极端的经济萧条导致大量的失业。而在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中，许多国家也经历了失业率的显著上升。国家为什么要使用特定的政策来控制失业率？原因多种多样，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减少贫困。政策措施可能包括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鼓励企业创造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提供职业培训和教育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适应性。造成失业率变化的成因和影响是多方面的，经济周期的波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贸易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都会对就业市场造成影响。技术进步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可能导致某些职位变得多余，从而增加了结构性失业。在讨论失业率的影响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它对个人的影响，如收入减少、生活质量下降，还要理解它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包括贫困率的增加、社会不安定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压力增大。接下来的内容将深入探讨失业率的国际比较，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政策响应和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有效地管理失业问题，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探讨失业率对未来劳动市场的意义，以及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新兴的挑战，如自动化和全球化给就业带来的影响。未来的就业市场将如何演变？政策制定者又该如何准备，以确保劳动力能够适应这些变化，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环境？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深入探讨失业率的背后故事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国家在特定经济情况下实施的政策及其细节。这些政策不仅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待失业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而且也揭示了他们在经济挑战面前的应对策略。以德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为例，该国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来应对失业问题。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许多国家的失业率飙升时，德国政府实施了所谓的短时工作 Kurzarbeit 计划。这一计划允许企业在经济低迷期间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同时政府补贴这些员工的部分收入损失。这不仅帮助企业减轻了财务压力，避免了大规模裁员，而且也保护了员工的收入和就业状态。结果，德国的失业率在危机期间相比其他国家上升的更少，展现了政策有效性和前瞻性。另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经济衰退期间采取的措施。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职业培训和再培训计划，以及鼓励企业通过技能升级保持竞争力。政府还推出了工作信用计划 Jobs Credit Scheme， 为雇主提供津贴，以鼓励他们保持或增加雇员人数。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就业，同时提高劳动力的适应性和竞争力，为经济复苏打下基础。在亚洲，日本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来应对失业问题。在面临长期经济停滞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下，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旨在提高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这包括鼓励灵活的工作安排，如兼职和远程工作，以及为年轻人和老年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此外，日本还加大了对职业培训和技能发展的投资，以帮助工人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
在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通常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支出和提供财政援助给受影响的行业和个人。这些措施旨在促进消费和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减少失业率。此外，美国还实施了特定的就业促进计划，如提供就业培训和教育补助，以帮助失业者重新进入劳动市场。这些例子显示了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挑战采取的多样化政策。这些政策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支持企业和保护就业来缓解失业问题，同时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来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每个国家的策略都体现了对待经济和社会挑战的独特视角，同时也提供了在全球化和不断变化的经济格局中管理失业的宝贵见解。实施了上述政策后，各国的经济转变展现了政策效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政策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其设计和执行的及时性，还与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体制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紧密相关。在德国，短时工作计划的实施有效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潮。这项政策的成功在于它为企业提供了足够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在经济不确定性中保持稳定，同时保护了员工的就业和收入。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一政策帮助德国经济较快地从危机中恢复，并在随后的年份中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策略增强了德国劳动市场的韧性，为应对未来的经济波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新加坡通过实施工作信用计划和其他就业保护措施，成功地维持了低失业率，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恢复。这些政策不仅帮助缓解了经济衰退对就业市场的直接冲击，还通过支持企业和鼓励就业，加强了经济的内在动力。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这些措施也逐步调整，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日本的劳动市场改革和技能发展投资虽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长期经济停滞的挑战，但这些措施逐渐展现出其积极效果。通过增加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和鼓励多样化的就业形式，日本成功地为年轻人和老年人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此外，对职业培训和技能升级的投资，帮助劳动者适应了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了整体就业的质量和稳定性。在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和特定的就业促进措施对于缓解经济衰退的影响和促进就业市场的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恢复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包括劳动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和新兴技术的影响，但通过持续的政策支持和创新，美国的就业市场逐渐找到了新的增长点，特别是在高科技和服务业领域，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动力。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面对经济衰退和就业市场的挑战，综合性的政策组合和积极的政府干预可以产生显著的正面效果。通过灵活的工作安排、就业保护措施、技能培训和经济刺激，不仅可以在短期内缓解失业问题，还能在长期内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就业市场的健康发展。然而，这也要求政策制定者不断评估和调整政策，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各国经济和政策的相互影响愈发明显。德国的短时工作计划、新加坡的工作信用计划、日本的劳动市场改革以及美国的经济刺激措施等，不仅在本国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果，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德国的短时工作计划受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广泛关注，例如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在经历经济衰退时借鉴了德国的经验，实施了类似的短时工作或工资补贴计划。这些措施帮助这些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护了就业，减轻了企业的财务压力。
同时维护了劳动市场的稳定。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多国提高了其劳动市场的适应性和韧性，为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新加坡的政策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加坡政府通过有效的政策组合，保护就业的同时促进经济转型和升级。这一成功案例吸引了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注，例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在制定就业保护和经济刺激政策时，参考了新加坡的经验，尤其是在支持中小企业、促进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方面。日本的劳动市场改革和对技能发展的重视，对亚洲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影响。韩国和台湾等地面对与日本类似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也在积极推进劳动市场的灵活化和多样化就业形式。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大了对创新和技术发展的投资，以提高劳动力的竞争力和适应未来经济的能力。美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刺激措施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的恢复，也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动力。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和加拿大等，都实施了类似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政策的成功经验表明，适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创建就业机会。这些国家的政策经验不仅彰显了国家间政策传播和学习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国更加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应对经济挑战。通过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各国可以更有效地设计和实施适应本国实际情况的政策，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总的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衰退和就业挑战时，积极的政策干预和国际间的政策学习与合作都至关重要。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和调整，不仅可以有效应对短期的经济和就业问题，还能够促进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发展，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